大家好，我是秋平，我还在山西。看我穿的衣服，大家可能会奇怪，这个大夏天怎么还穿这样厚的外套？这主要是由于我今天来的这个地方有点不一样，它是属于海拔高的地区，大概是2300多米，也是山西海拔最高的一个村落。村庄呢就在我旁边。这个村落的历史大概有300多年，不过有点可惜的就是现在基本算是一个无人村了。车就停在前方那一块，我下车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穿衣服。村落就是在这个下方，也可以说是一个山坳里面。你看，这边是山，这边也是山，然后中间有个峡谷过来，村落呢刚好就在这个峡谷两边。来到村子这里，看到很多羊啊，估计有100-200头，这可能是当地的人在这里放羊。这个村落现在可能没住几户人家，剩下的可能就是养羊的人呐。来到这个地方，给我感觉啊，像是去到了西藏，或者是新疆的一些地区，因为这个是海拔高的地方，有很多草，真的是跟西藏、新疆很相像啊。这个村落叫做黑水割头村，全村的海拔在2340米到2393米之间，是实打实的一个高原村落，也是山西海拔最高的一个村落。这个村落呢，大概是有300多年的历史。很多人第一次听到黑水割头村这个名字啊，会感觉有点怪异啊，非常绕口。其实这个名字呢，藏着这个古村最原始的生存艺伎，是当地村民祖祖辈辈依山而居的真实写照。在晋北的方言里，戈妥也常写成戈妥，特指山间天然形成的低洼原地，是群生环抱的避风之地。你像这里刚好呢是在一个峡谷的上游，然后这边呢刚好有低一点，所以算是藏风聚气的地方。而黑水2个字呢，并非是这里水质污浊不堪，而是因为高山深处啊没有很深的地下深井，全村呢世代依靠山间雨水融雪生存，这叫做黑水。现在我们就一路下去看一下这个村落。看这些房子基本上都是石头和泥土造就的，这以前都是有人居住啊，现在倒塌了，可能都搬迁走了。来这边看看，真的，如果没说这一块是山西，大家真的很有可能感觉是去到了西藏。这个房屋一看就历史比较悠久啊，起码是100来年的历史。来里面看看，这是炕。哎，这边好像还看到一个暗道哎，这还很深呢。难道是那个地窖吗？这是以前的厨房，都是非常古老传统的房屋啊。这肯定是荒废了几十年的。一眼望去，好多房子都倒塌，都破败了，就是说基本上没有几个人居住了。这个村落呢，300来年的历史，大概是清朝雍正时期他们的祖辈从其他地方迁移到这里居住的，后面经过慢慢的传承，一直生活到现在。但现在可能就剩下几个人了，估计还是放羊的人在这里居住。为什么会迁走？这个很好理解了，在这种高山里面生活是不方便的，然后呢，小孩读书也不方便，大部分人出去上班，然后就乔迁出去了，搬迁出去了。你看这些房屋呢，都是一层的，而且啊，这个村落大概是分为3部分，
中间这里一部分，然后那边是一部分，那一块海拔应该是最高。另外呢，那一块也是一部分。那边的房屋啊，看起来是更大，保存得更完整。我猜想可能是这个村落之前的一些大户人家或者条件比较好的人住在那一块。这一块的房屋全部倒塌了，肯定是几十年没有人居住的。看这些房屋的环境，基本上都是用石头弄成的墙壁，加上一些黄泥土，然后顶部包括窗户就用的是木头。那石头和黄泥土肯定是就地取材了，像这些就看得比较明显了。这里现在其实真的就称得上是一个无人村。那这一块应该是一户人家，看得比较明显，也可以说算是一个四合院的形式啊。这个是背面，大门在那一块，然后左右厢房，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再来这里，我们就大概能想象出来，在100来年前，这高山海拔，人们居住的房屋是什么样子的。说真的，以前在这些地方居住，真的是条件不太好。你看，这个大夏天还要穿着外套，那晚上肯定是很冷的。那到了冬天就更冷了。另外一点呢，我们说西藏那些地方也有海拔高的，那相对来说对比的话，那里的2300米寒冷程度是比不上这一块的。这个村落也可以说是一个石头村落啊。你看，到处都是用石头铺成的。那这一块为什么会铺成石头呢？这主要啊是属于一种防水的作用。这一块有石头，那一边也有，包括这一块也有。因为如果碰到下雨的话，这种地方如果不铺石头，就很容易水土流失。所以当时他们的先人在建造这个村落、规划这个村落就考虑到了。现在来到的应该是这个村落的主街道，都是没人居住的，都封住了。嚯，还有人开着轿车在这样的地方行走，这真是人才呀，是人才。这个车在这样的地方走很容易损坏的。这还是这种小车才行。过了30分钟，他们又开回来了。向他们了解了一下，他们是这个村的村民。按照他们的说法，现在这个村落里面居住的没有几户人家，可能大概就是5、6个人在这边生活吧。这一块就是他们居住的。这些人还挺有意思的。我刚到这里，他就问我要不要茶叶，他们手上拿了很多茶叶，高山毛尖。我说我不喝茶，因为我确实也不喝茶。那他们可能是住的这栋房子的，包括这一栋应该也是有人住，就是比较完整的，是有人住的。到处闲逛啊。这种房子，它上面砖瓦泥土，就2种功能：保暖，还有一个抗寒。因为这块冬天比较冷嘛，石头里面，外面是泥土，这样的话就保证了里面的温度，所以还是挺厉害的。看，它这些房子就挨着悬崖一样的，在这边我们就看得明显了。这是山谷，山谷过来，这边相对来说低洼一点，有房子，
然后那边是山顶，很会选择啊。这个位置挺好的，刚好站在这里可以看远处。这个村落适合慢悠悠的逛啊。现在是中午1点钟，完全不热，风一吹还冷。你看，这个村落的房子就是这样一直延绵过去的，上面是梯田，大概是他们300来年间努力开垦出来的。因为这样海拔高的地区又是石山，那必须弄成梯田，种一些土豆或者苞米等等，其他的应该是种不了。这感觉又像是一个四合院的，当时大门应该在这一块，因为那边是墙嘛。它尽管说这里呢属于高海拔的地区，建筑风格还是遵循了中国那种传统民居。我们说四合院，砖块的四合院，还有木头的四合院，而它这里呢，基本上是用那种石头和泥弄成的四合院，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这个村落我感觉啊，差不多只适合夏天逛，冬天和春天就不要来了，肯定是有很多雪的，以及呢是应该是非常寒冷。你像我现在站在这里啊，太阳被乌云挡住了，风一吹很冷，就穿着这个外套还不行。你如果说是晚上的话，很有可能要穿薄薄的羽绒服啊。特别是站在风口这里，我现在站的位置啊，算是一道分界线。这里呢算是一道山梁，我背后呢就是山谷，旁边呢是房子。不过呢，这种村落呢适合慢慢的走，慢慢的欣赏。都是依着山体修建的，它这边还弄了一条路出来。倒塌的房子可能没有太多的看点啊，我们通过这些就是能够体验，或者说回想，或者想到之前住在这里的不容易。我刚才了解了一下，就这里呢，现在大概只有5、6个人居住，还是中老年人。那个养羊一开始看到的，它并不是本村落的，而是其他地方在这里养羊。这一块呢是一个集中区，应该是很多人。这边还有个面包车，应该是放羊的人在这里。前方呢有一个池塘，是这个村落经典的，也就是他们喝水的，都是通过这个池塘取水。整个村落的水源就是靠这里。本身它是没有自来水的，它这个村叫黑水个头村，也就是因为这里，因为这种高海拔地区是没法打井的，他们喝水的话都是靠这种雨水，还有雪山龙水。那他们就在村头这里弄了一个池塘出来，大家喝水的话，可能就从这里挑出去。现在这里有些水管，可能呢就是住在这里的人弄了一个抽水的，把它抽上去，这样看就更明显了。来这边看看，这里呢，以前是不是打了水井啊？还真的是里面有水，就靠这个打水下去。那这里呢，就是他们村子里面的人挖了一个井，那个水呢，不知道是不是和下面连通的，这就不知道了。看这个情况，以前有人应该会在这里洗东西的。在这边来找2个房间看一下。刚才我们在最上面看了，在这边也看一下，它们的整体布局其实差不多。这是第一间，也是一样的，好多瓶瓶罐罐的，感觉是像是堆垃圾一样的。这有玻璃，
就起码证明这个是大概20年前安装的。我猜想可能是90年代，他们的布局都一样啊，所以看1-2个就差不多了。当时他们要把整个村落建得完整，铺这样的石头，也是全村的人一起努力啊。基本上每家每户都出力，男的修路，女的可能搞后勤做饭，这一些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你包括我们在云贵川看的一些挂壁公路也是，男子干活，女的管后勤。哇，这个房子看一下，很震撼了。它连外面那个保温的泥土都没有弄上去，不知道什么时候建的。我感觉这边很多房屋都挺大的，不小哎。看，这里也有一栋大的房屋，以前这一块也有。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石头很多的房屋，锁住了，进不去。不小哎。也算是那种传统的四合院布局形式。前方就是这个村落的另外一个方向。真的佩服我们国家的基建，在这种高山，电也是通过来了。其实从山脚下开过来是挺远的。这边就是我们看的另外一部分，看起来也是没人住啊。这个就是山西典型的一进院落的布局。这是大门，进来了有个照壁，然后进去呢才是真正的院落。这种布局大家应该也看过了。你像这样的房屋要建起来也不容易啊，它之前并不是平的，而是要打造一个平台，然后在上面建造房屋。房间的布局都差不多。我在这个村子里面逛了差不多2个小时，就是碰到刚才开车的那几个人。说是无人村也可以称得上。现在呢，这里呢只剩下几个老人居住。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其中一户人家。由于他大门关了，我就没进去看。这个村落可以看到，这种一进四合院还是挺多的。就证明这个村落在以前条件还算可以，只是说后面随着发展各种不方便，大家才搬离了这里。说真的，这个村落在过些年很有可能就变成了真正的无人村，因为年轻人不会在这里生活，和其他的无人村差不多，主要呢就是生活的不方便。也可以借用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这个村落呢从雍正开始建村，算是辉煌了300来年，现在呢落寞了，差不多就剩下5-6个老人在这里居住。我们说这里慢慢的会变成无人村，不过呢近些年这里的知名度也是越来越高，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游客，有骑行的，有越野的，有徒步的，这里大家来参观，来游玩一下，来感受一下，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夏天，这里非常适合避暑，白天可能最高的温度就22度，晚上的最低气温可能就10度。另外这里呢有草原，有森林，可以说是山西的阿勒泰呀。现在来这个村落也比较方便，这2年已经柏油路修好了，这样的村落还是挺喜欢逛的，也算是长见识了，又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村落。那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